大家好，这里是吓人财经，吓死人不偿命。吓人财经，楼市里从来都不缺故事，而在这个春夏之交，深圳楼市又成了疫情之下最为热闹的一片区域。从抢房者的疯狂，自媒体的喧嚣，中介们的套路，开发商的动作，再到监管部门的查处与监管，一系列的信息背后都在传递出一条消息，那就是深圳楼市火了。而很多人认为深圳楼市是全国楼市的风向标，接下来就该轮到其他各城市了。这种传导的风会很快，因此深圳楼市不是深圳人的楼市，是全国人民的楼市。每到楼市火爆的时候，调控政策就会随之而来，这次也不会例外。更何况疫情之下，实体经济困难，而在调控政策中，房产税总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手段和工具。那么这一次会来吗？先和大家说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。从前有个穷人家的孩子，每天都去山上放羊，生活很枯燥，每天很无聊。有一天，在无聊之中，看着山下的农民们辛苦劳作着，他觉得他们可能也很无聊，于是想逗大家乐一下，于是他大喊：狼来了，狼来了，救命啊！于是好心的农民伯伯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拿着锄头和镰刀往山上跑。他们边跑边喊：不要怕，孩子，我们来帮你打恶狼。当农民伯伯们气喘吁吁的赶到山上一看，连狼的影子也没有，放羊娃哈哈大笑，真有意思，你们上当了。农夫们生气的走了。第二天，放羊娃故伎重演，善良的农民伯伯们又冲上来帮他打狼，可还是没有见到狼的影子。放羊娃笑得直不起腰，哈哈，你们又上当了，哈哈。当然了，后面的结局和下场大家都知道了。小时候，大人们用这个故事教育我们不要说谎，今天我们再用这个故事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，而实际上我们身边很多人还在用同样的故事在糊弄身边的人。房产税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，引起人们的关注，而且总还有不少专家信誓旦旦的给予分析，鞭辟入里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如果要寻找时间点的规律呢，两会是一个重要的时点，当然还有间歇性的房价上涨，楼市调控的关键阶段，而最近这个时间点刚好上面两个条件都满足，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信号，那就是最近住建部印发通知，要求全面采集楼盘信息，实现网签即时备案，推进房屋网签备案系统全国联网，推进全国一张网建设。早在2018年6月，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就已实现全国联网，随后的每一步动作都被认为是为开征房产税扫清障碍。实际上，网签联网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及时更便利的查看房源的真实状态，防止开发商一房多卖，跟房地产税其实也没什么关系。可是那些心怀期盼的人们可不这么认为，他们纷纷表达出自己的判断。这下好了，房产税要来了，遗产税也要来了。你有几套房，一清二楚，想逃税都逃不掉，让那些炒房的人们无处遁形。从语气上就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。相信刚确定时间的两会，这个话题依然备受关注。但是房产税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，每隔一段时间沸腾一下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那么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别急，还真有，那就是深圳房价暴涨，引发了全国关注，自然也引发了监管部门的注意。相关部门出手了，也表达了相关的信息。深圳市住建局局长在接受深圳电台明星桥栏目采访的时候，他谈到深圳楼市时说，作为政府部门来讲，我们对于房价上涨不是没有考虑的，我们更多想通过一些标本兼治、精准施策的办法来解决房价问题。我们不是没有手段，我们准备了很多手段，比如在交易环节对高价房采取少杠杆、高利率、高税收等手段，与普通住房差别化。在持有环节，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考虑房地产税的问题，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考虑政策里，只不过是根据市场的情况，什么时候出的问题，看看
监管部门公开表示，可以考虑征收房产税了，这下基本可以板上钉钉了吧？可是税收法定这是基本的原则，要开征房产税就得先立法，那么立法部门是谁呢？因此，过去基本上都人大官员发表相关立法进展的意见，先有监管官员说可以开征了，也有人会说深圳有特区立法权，也可能通过人大授权率先搞试点，这也不是没可能，只是在当下这个关口，因为楼市的暴涨，似乎都让人们忘记了。从春节过后大约100天的时间里，基本上都处于疫情防控、居家不出的状态。最近虽然有所好转，但经济要恢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楼市的火爆让人们忘记了实体的艰难。大家可以细品一下，深圳楼市的暴涨是只有这2个月吗？在历史上，暴涨的力度和火爆的程度可比现在要大很多，情况多的是。但是这一次，监管部门出手的速度和力度都让人惊讶，从严查经营贷，直接干预二手房挂牌价，再到直接清查炒楼的自媒体，甚至朋友圈的信息，力度惊人，迅速果决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要遏制住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压，因为当下的实体经济极其困难，国家大量印钱，下方政策为的不是拖楼市，而是救实体，这个时候想乱来是不会容许的。当然，房地产也是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不能出现大跌，不能任其萧条，但是更不能重蹈2008年的覆辙。此前就曾分析过，深圳这一轮楼市的火爆与去年底的调整豪宅税有关，而当下全国乃至全球都在减税以刺激经济的发展，这个时候逆势加收房产税的可能性几乎不可能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房产税属于地方税种，一旦征收，楼市就不火爆，关键是让楼市低迷了也收不了几个钱。从经济角度看，还不如卖2块地来的直接。如果是你，作为地方，你会怎么选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